嗨，亲爱的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爱说话的鱼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十年前结婚时的出蜜月之旅。记得当年蜜月时，我们选择了去冲绳，也就是日本的 Okinawa。之所以选择冲绳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要么是国内旅游，要么就一定要出国。而出国要去哪儿呢？当初就想说，有个同学住在日本，本来是想要去日本本岛的，但后来得知同学已经回到台湾了，所以就没有选择日本本岛。但若不选择出国，就不知何时能有机会出国了。也就想说，选择个近一点的地方 ，Okinawa， 也就是冲绳岛咯。那就选择去冲绳吧。想必还是以自由行的方式自助旅行。我个人真的不是很喜欢跟团，于是就开始收集资料。当时那个年代，30年前还真不像现在，上网很方便，找民宿或者是 Airbnb， 直接手机拿起一找就非常容易方便就能找到，而且用所谓的即时通讯或者 Facebook Messenger 等等，甚至之前用过 Skype 等各式各样的方式，都是相当方便的。但以前不像现在，以前住的地方呢，除了饭店之外，大概就是青年旅社了。青年旅社就是 Youth Hostel， 简称叫 YH 青年旅社。而且当初也认识台湾青年旅社的老板，所以觉得去到这样的地方也是较便宜的，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太贵，又很方便。哪像现在可以直接透过手机网络去联系，相对的以前就比较不方便了。有时还必须打个国际长途电话来确认一下住宿的问题，来确定当天或者是那几天都有地方可以住，甚至是否有供应晚餐或早餐之类的，都得做好联系的工作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就选择了去 Okinawa 的一个青年旅社住宿。去之前是不是就得要先找一些旅游的资料，在那时就必须的买一些旅游书，而且台湾的旅游书，说真的，那个时候不是很盛行，几乎没有台湾人做的版本，也没有所谓的中文版本的旅游书籍，大多都是日本的，不是日文的，就是英文版的。因为外国人比较流行自由行，所以呢，比较会有日文的资料以及英文的资料，所以我就去到了现在还依旧开住的，位在台北中山北路与南京西路上的永汉书店，去买日文版本的日本旅游书，也就是 Okinawa 的旅游书。也去了 YH 办了一个所谓的 YH 青年旅社卡，必须要办卡才能够去住青年旅社。去到日本 Okinawa 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租车的方式展开我们的旅程，在青年旅社的服务人员为我们推荐了租车的地方，我们遇到了一位热情的租车店老板，他以简单的英文跟我们交流，租车呀、地图啊等等的提供，甚至还有在这个车上提供了他自己录制的音乐卡带，让我们在车上享受聆听。当时呢，很流行的一个日本音乐团体叫做恰克与飞鸟，这个团体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唱的那首流行歌曲，就叫做呀呀呀的哇，那首可说真的是余音绕梁，3日不绝于耳啊，直到现今都还记得，是个有名气的乐团，也是首名曲。而且我们也尝试了第一次的右驾经验，当然是由我老公驾驶咯，还真的是蛮新鲜的经历啊。因为偶尔还会不小心的一不留神就开到右边道路去了，因为它不像台湾左驾右车道，而是右驾左车道，所以日本人他们开的是左车道，而驾驶的座位是在右边，台湾刚好相反，因此偶尔就很容易开到右车道去。幸好我们都是在郊区开车，也就是比较乡下的道路，还算宽的道路，车辆也不多，也能及时的马上就变换一下车道，倒是没有什么状况发生，真是感谢上天啊。如此的一个过程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所看到事物都很新鲜，毕竟不是在台湾，若是在台湾的话，那可就是习以为常了呀。不同的方向驾驶，看到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，跟上一集我所说的提到的与在大陆的旅游是完全不同的呀。毕竟在大陆，他们还是跟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，既是相同的语言，也没有自行开车，所以
去到日本 Okinawa 这个地方，就让我们感到不同的新鲜感，也很新奇。我们是环整个 Okinawa 岛，所以我们这个蜜月之行也是一个环岛之旅。自己轻轻松松地开着车，到着我们想要去的地方，功课也做足了，所以该去哪里就照着我们自己的规划，也就觉得很有趣。当然，途中还是会有些不预警的状况发生，也会有些日子可能还到不了青年旅社，所以我们就得就地看开到哪里就直接找旅社住，反正也就睡个一晚。当我们住的地方不是青年旅社时，当地的老板他们的英文程度也就没有这么的好了，也就只能比手画脚的跟他们交流，也是一个新鲜的经历。毕竟日本有些汉字还是可以沟通的来的，沿路上的行程就是一个新鲜趣味。我记得在后来的几年后，我们也曾经跟一对朋友夫妇再一次的带着他们一起就的重游 Okinawa， 那一次的经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，而他们更觉得有意思，因为我们毕竟去过了2次。对于朋友来说是个很新鲜的经历，但是那次我却觉得有一点点的压力，毕竟是带着朋友一起去玩，那功课更是必须做足啊。身兼所谓的导游的我就感到有点压力了，担心朋友玩得不够尽兴。但还好，他们说很好玩。我们这次也是采自驾的方式玩了第2次的 Okinawa 行程。同样的，我们去租车时也是与上回同一个租车店老板租的车。记忆中，这个老板很喜欢沈文程当时红极一时的一首台语歌曲，叫做《七桃郎》。老板还哼着给我们听，于是我说，哇，真的，下次如果真的有机会再次来到冲绳，一定带着沈文程的这个七桃郎的卡带送给他。可是真的，第2次跟朋友去之前，我就一直找这卡带，那时真的找不到，听说市面上已经绝版了，甚至打电话问到后来，甚至听到沈文程本人的身上了。沈文程的声音很容易辨识的，他还亲自接听电话，虽然我知道是他，只差默问他说，你是不是就是沈文程本人啊？哈，又是一次有趣的一个经历。他告诉我说，这个七桃郎的卡带已经绝版了，不会再出版了，所以市面上也找不到。不像现在，无论是啥年代的歌曲，什么东西，随便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，甚至随时下载都可以下载得到呢。所以我们跟朋友4人第2趟去 Okinawa 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卷沈文程的歌曲录音带《旧情绵绵》和《旧情也绵绵》这些歌曲的卡带，送给这个租车店的老板，感谢他的热情招待。自由行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你可以随时的去变换你的行程，但是就是住宿的地方必须的稍微的事先规划一下，除非所规划的行程位置不限的刚好找得到有 YH， 你就得临时再找地方了。但是现在真的比起当时真是太方便了，但还是必须得先预约，所以住宿的地方基本上就怕现在旅游太热门，客满或临时订不到房，但基本上应该还是会有的啦，也就是一些所谓名不见经传的住宿店家吧，或者不是啥特别节庆日子的时候，导致会天天都客满的时节，你还是可以临时再去找到住宿的地方。可是这样的一个未知的状况，比较不建议听众们不事先将住宿的地方计划预定好来，所以自由行可以随时让我们一路上去做一些调整行程的动作，但也可以让你常常感受到一些不同的经历，甚至惊喜，甚至看到上帝美好的创造，如此的风景、景色等等的，让你赏心悦目，看到你平时看不到的景致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一切真的是多么的美好啊！除了台湾以外之处，当然如果有机会就是得出去国外去走走看看的。所以自由行的经历真的是可以让每个人透过这样的旅游过程，让你有不同的感受，并去享受它，是新鲜、惊奇、惊艳的，会让你常常的怀念它。我们说自由行与所谓的跟团旅游真的是很不同的，自由行的惊喜是更多于所谓的团体旅游的。今天在此跟大家分享
圣经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章2到4节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所说的话，从神开始创造这一切之后，所有的万物，不管是花、草、树木，甚至星球、山、海等等，是多么的惊奇、美丽，甚至让人惊叹啊！所以，神所造的所有事物，让你可以啧啧称奇，知道多么的奇妙、美好。我们人的生命也是神所造的，我们更要活出神所造的美好及一切好行为。当然，这个部分如果再提到的话，又太多、太奥秘了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自由行的好处、奇妙甚至惊喜的经历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爱说话的鱼，欢迎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